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3次生产的故事。我知道每个人的生产都是不一样的，而且每个人每一次的生产都是不一样。但是我希望从我的故事当中可以帮助你了解生产是什么样子的，也许一些小细节可以对你有帮助。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在医院生产和在家生产的一个对比，因为我第1次是在医院生，后面2次是在家生的。首先是我的一点小背景，我和我的先生都是在美国留学，然后我们在这里相识、结婚，然后定居。我们的家人都在海外，所以我知道如果我们生完宝宝，身边就没有家人可以过来帮忙。而且当时怀第1胎的时候，身边有几个朋友正好刚生完孩子，有的因为宝宝太大，所以最后要剖腹产，有的生得很辛苦，所以我当时就害怕，如果我生产不顺利的话，到时候恢复时间长，身边又没有人可以照顾，所以我当时就暗暗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顺产。于是我就在网上查各种生产的资料，向朋友询问生产的课程。后来我就在网上报了一个自然生产的课程，里面包括营养、锻炼、基本的生产知识、呼吸方法，然后生产的姿势等等。最后到孕晚期的时候，我就下了一个决定，我要避免不需要的医疗干预，争取完全的自然生产。我当时的妇产科医生是朋友推荐的，也是妈妈们最普遍的选择，就是每次预约去诊所产检，然后最后在医院生产。我的整个孕期都是很正常的，我也是每天都出去走路，然后为生产做准备。我的第1胎是预产期前2天生的，当时正好是9月底，天气转凉，我是晚上9点钟左右开始感觉到轻微的阵痛，就像是轻微的月经痛，所以我就没有在意，然后继续坐在我的生产球上做我的事情。等到晚上的时候也是正常睡觉，但是到凌晨3、4点钟的时候，阵痛开始增强，把我痛醒，然后之后的阵痛都是要呼吸挺过，但是每一次的阵痛间隔我还是会继续睡觉。等到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，我就把先生叫醒，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计时，每一次阵痛多久，间隔多久。后来我们就发信息给几个朋友，他们就说要准备去医院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先生就开始打包，然后我吃了一点早饭，喝了椰子水，然后一边坐在生产球上，一边等他打包。等到7点钟左右的时候，我们就上车准备出发。我们家离医院有10几分钟的车程，但是在车上面很不舒服，每一次阵痛都不容易放松。最后终于挺到医院的时候，医院的工作人员推来轮椅，然后把我直接推到妇产科，我就躺在床上换上医院的衣服，护士问了很多问题做记录。当时我的医生正好是在做一个剖腹产的手术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过来检查我，然后我就在等待的床位上躺着。后来护士就说有一个男医生可以过来检查，问可不可以，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不习惯，我就说不要，我就继续等我的医生。等到我医生来的时候，大概都快9点钟，然后他检查以后就说宫口已经开了6厘米，于是我就被推到产房，然后医生就问我要不要打止痛药，我说不要，然后医生就离开了产房，护士就准备给我插输液管，然后还有一个监控心跳的东西，放在膀子上面。我就问护士，我说这个是不是必须要插的？护士就说了一些原因，然后他说是必须要插上。然后当时我也在阵痛，我就没有多想，我就说好吧。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，其实是输液管，如果是自然生产，其实是不需要的，因为我当时也有带椰子水，所以不存在会有脱水的危险。我不喜欢插上管子，是因为我还是想在医院里面可以自由的活动，然后尝试各种生产的姿势。但如果一旦插上的话，活动就会受到限制。我一开始是侧躺在床上的，后来阵痛越来越增强，也不太舒服，
但是手上有一个输液管插着，所以也不能去别的地方。后来就坐在床边上，脚还是悬空的。当时阵痛就是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我就觉得太痛了，有2次呼吸以后，我就开始尖叫。后来医生听到尖叫以后，他就进来，他说怎么回事？当时觉得很伤心，我就觉得我好像不应该大叫。后来他又问我要不要打止痛药，他说现在不打就来不及了。我当时真的很犹豫，因为当时实在太疼了。但是后来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不打。然后医生又问我要不要帮我把羊水戳破，这样生产会快一点。我之前还真不知道医院会建议这个。然后我就想到我之前做的决定是避免不需要的医疗干预，所以我后来还是拒绝了。然后医生就走了。让我最放松的一段产程就是我问护士要了生产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早一点没有问他要生产球，可能是因为我正在阵痛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思考。后来护士帮我拿来生产球以后，我坐在上面大概10几分钟，然后一下子羊水就破了。护士就说赶快起来爬到床上去。在转移的过程当中，然后一个剧烈的阵痛又开始了，然后我就死死地抓着护士的手，然后开始剧烈的呼吸。我很感恩我的护士，因为我觉得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，除了我先生以外，就他给我的关心最多。等到我在床上躺好，医生就过来了，我就要把腿分开，然后抬高，然后医生就开始说push。我一开始是想跟着我的身体的节奏自然的推挤，但是我试了2次以后，还是感觉进程不大，然后医生又一直在说 push push push。我当时有点着急了，所以后面2次阵痛的时候，我就死命的 push。到大概早上11点的时候，我的大女儿终于出生了，他们就把宝宝放在我的胸前。说实话，在那个时候，所有之前的痛苦完全就忘记了。但是我那一次确实有2级的撕裂，后来他们把宝宝拿去清洗干净，然后呢，医生就帮我缝针。这一次在医院的生产经历有2点让我觉得很不想在医院生产。第一个就是我之前就跟医生表达过我要自然生产的意愿，但是医生还是在我生产当中不断的去询问我的意见。我知道这可能是他们医生正常的程序，但是我觉得对于在阵痛中的我来说非常干扰，所以我很不喜欢这个经历。第二个就是在推挤的时候，必须要躺在床上，然后把腿抬高，这个真的就是让我觉得对我的生产很没有帮助，因为这样子的姿势是最差的姿势，根本就是违反了重力的原则，对最后阶段推挤来说非常没有帮助。所以现在跟大家讲我第2次的生产故事。我第2次怀孕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在医院生产，所以我就想去找一个更趋向于自然生产的机构。当时教会一个姐妹，她在生产中心生产，是好几个助产士做孕检和生产的，所以我就想去试试看那边。我也很喜欢那边的助产士们，但是后来因为医疗保险的问题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在他们那边生产，他们就把我转移到了一个附近的小诊所。我当时就想，我不想随便去一个不认识的诊所，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疯狂的找附近的助产士，但是附近一共就有3个助产士，然后我打电话过去，有的说收满了，有的我要留言，然后他们再回复我，然后我就等了2天，但是还是没有人回复我，所以我就有点着急了，我就说哎算了吧，我还是回原来的医院生吧。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们，他们就问我你怀孕多久了？那个时候我大概怀孕快5个月了，然后他们就说哦你这个我们已经不能收了。我当时就有点心凉，我就想怎么没有人愿意帮助我。但是第2天奇迹出现了，我就收到一个电话，是一个我之前留言的助产士打电话给我了。在电话里我了解到他只服务在家生产，我之前还从来就没有想过在家生产，但是后来一想想我也没有别的选项，然后而且他可以免费来家里1个小时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，所以我就和他预约了时间。
等助产士来我们家以后，他就介绍了他的背景，然后他的服务包括什么项目，然后我们也问了很多问题，比如说，如果生产当中有并发症怎么办？宝宝的身份证怎么申请？他一共接生过多少个宝宝？如果我要生产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产妇也在生产怎么办？当他解决完我们所有的问题以后，我的先生他也对在家生产很放心，所以我们最终就决定了我们这一次在家生产。这一次的整个孕期都是助产士来家里面给我产检，这对我来说太省心了，因为我就不用带着我1岁的大女儿每次都去医院。第二胎我也是大概提前了2天生产，我是早上6点钟开始感觉到轻微的阵痛，我就跟先生说应该就是今天了，先生就给助产师发信息说我有开始阵痛了，然后我们就吃了早餐，把我们需要做的工作给完成，把宝宝的东西整理好，生产的东西最后再整理一下。到了10点钟以后，我看了《玩具总动员》，这是我一直都很想看的动画片，然后就感觉终于有机会可以看了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痛感就开始增强，先生就觉得是时候让助产士来家里了，于是他就打电话给他们，然后助产士不到一会儿就过来了，还带了2大箱的用品和仪器。我当时还觉得很惊讶，因为他们的办公室离我们家一共有1个半小时的车程。他们就说他们早上收到信息的时候就已经来我们家附近了，以防万一。我当时感觉非常感动和安心。后来助产士就给我测血压和测宝宝的心跳，一切都正常。然后他们就去卧室给我铺床，为生产做准备。等他们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我就上楼躺下来睡了一个午觉。等到大约3点半的时候，我就问助产士我们可不可以在外面走一圈，然后我就拉着助产士的手一直走到家的路尽头。当时是5月，天气非常好，邻居家的紫丁香花开得正盛，我超喜欢丁香花香，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一边阵痛一边享受花香的感受。在走路回来的半路上，痛感突然明显增强，我就一直捏着助产士的手，一边走路一边深呼吸。等我回到家，先生正在为助产士们准备食物，他在烤箱里烤培根肉，我就上楼坐在我的生产球上，但这个时候培根肉味越来越浓，我就觉得很影响我放松。后来坐在窗户旁边也没有太大的帮助。最后助产士给我一个抹上薄荷精油的纸巾，我放在鼻子旁边呼吸，最后才有缓解。这是一个很好笑的小插曲。最后大概到了6点钟，宫口压力越来越大，就像是要上厕所的感觉，于是我就坐在马桶上坐了10几分钟，期间阵痛了好几次。最后我就站起来浮在水池上，一边摇摆身体一边深呼吸冥想。当时阵痛非常剧烈，我的身体在不住的颤抖。大概7点半的时候，助产士来到我的身边，他说他感觉我的腿部的力量开始觉得有点弱了，建议我躺下来。我躺下来一会儿，就有迫切想要推挤的催力，于是我就躺着开始推挤，因为太疼了，我就尖叫了2次。然后助产士就教我，呼吸以后发出的声音，把力量集中在腹部。然后我就照着他的方法推挤了2次，然后就看到宝宝的头发了。但是呢，后面2次推挤进程都不大。助产士叫我马上翻身，4肢撑在床上，然后我马上就感觉到一次强烈的宫缩，然后助产士把我的左腿举起来，我呼吸了一下，发出的声音，然后宝宝就出来了。那时是晚上8点10分，我躺在我自己的床上，抱着我的宝宝，
感觉非常放松和美好。之后助产士说，当时宝宝出来的时候，一只手是在头旁边，所以推挤的时候就没有很容易生出来，这也是导致我有一级撕裂的原因。因为第2次在家生产让我觉得非常放松，所以第3次我还是选择了在家生产。第3次的孕期也都是一切正常，这一次生产比预产期提前了1个星期。而且整个生产的进程也是比之前2次快很多。这一次也是早上6点钟开始感觉到有轻微的阵痛，我们就发信息给助产士说应该就是今天了。因为我没有想到会提前1个星期生，所以很多宝宝的东西还没有准备好。然后一个早上又在准备东西，然后又照顾2个孩子，然后一下子就过去了。等到下午2点钟的时候，助产士过来，那个时候我的阵痛已经很强烈了，所以我在生产球上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喝了一点鸡汤就躺下来休息。助产士把加热垫放在我的背上，顿时那个温暖的感觉让我放松很多。等到阵痛变得更强烈一点，我说我想冲个热水澡，于是我把生产球放在浴室，坐在上面，然后让温水打在我的背上。这段时间我很放松，痛感也明显减少，但是因为后来，窗户没有关上，那个时候是3月份，然后冷气一直进来，最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，我就出了浴室。因为我没有把头发罩起来，湿湿的头发一直贴在身上，就很不舒服。于是我就跟先生说，拿剪刀把我头发剪短，于是他就拿剪刀过来把我头发剪短了。现在想想看，真的是当时在阵痛当中真的是无法思考。后来我又坐回到我的生产球上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生产过渡期，我的浑身都在颤抖，但是这个阶段比之前短了很多，但是每一次的阵痛也猛烈很多。后来我换了一个姿势，趴在床上，手抱着生产球，然后头趴在生产球上，每一次阵痛我都死死地抱着球，然后等到要推挤的时候，我就做了同样的呼吸方式，吸气，然后然后推挤了3次以后，宝宝就生出来了。妈妈们，无论你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生产，在什么样的地方将你的宝宝迎接到这个世界上，都是无比美好的。在医院生产，或是在生产中心，或是在家生产，每一个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。我自己当然有我自己的个人倾向，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是特别的。如果你在犹豫要做什么样的生产方式，安全当然是第一位的。如果你和你的宝宝需要有特殊的医疗干预，那当然是在医院生产更加安全。但是如果你的所有的产程都是正常的，宝宝的位置也很正确，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，那你要决定你是选择自然生产，还是选择有医疗干预。如果你想选择自然生产，那在家生肯定是一个最舒适的选择。但是我知道很多第一次的新手妈妈可能会有点担心，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呢？如果你选择在医院自然生产，那我建议你提前熟悉好医院的生产环境，研究一下医生会提出一些什么样的医疗干预和你的回应，了解一下医院它提供什么样的条件，比如说你能否可以自由的走动，有没有生产球，能不能提供加热垫，或者是水中生产。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，我都知道，当你接到宝宝的那一瞬间，整个世界真的是无比的美好。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对你有一些帮助，我们下次再见。